16年不见了，王爷还是风神俊朗，风采依旧啊。诸葛兄，你掌管申侯府这么多年，也如日中天呢。不敢不敢，难得王爷今日赏光。安某曾经说过，不再和朱家的人有半点瓜葛，也绝不踏入明月楼半步。王爷禁足于王府多年，今日难得应邀就地重游啊。本王依稀记得，当年皇上的妹妹为诸葛兄开设了明月楼，曾轰动京城一时。当年的明月楼，风头实在是举世无双啊！都是陈年往事了，今日难得叙旧啊。安王爷，请。皇帝，诸葛大人并没有告诉本王有外人在啊。皇帝，此话差矣，我又怎么能算是外人呢？就算我们16年不曾相见，但为兄的心里，却一直有着你这个兄弟。可你姓朱，本王姓安，但你我还有当今皇上，我们3人同是一个生父，这个事实是谁也改变不了的。说得好。可是你们的母亲是高高在上的圣母皇太后，而本王的母亲是孤苦无依的贫家女，嫡庶有别，实在是高攀不起啊！哎，好了好了，二位先别争了。有道是兄弟同心，其利断金，那可是多好的事情啊！这么多年过去了，有些事情该忘的就把它忘了吧。啊，是啊，我能够保证，朱王爷的心里一直有你这位兄弟。就算是萍水相逢，有缘人都可以坐下来喝一杯酒，更何况二位是血浓于水的兄弟呢？诸葛兄，那就顺你的意吧。安王爷，请。诸葛兄，请本王来，所谓何事？不知安王爷最近是否听说过4大凶徒重现江湖？都过去16年了，安某是足不出户，不问世事。难道诸葛兄是怀疑本王？不是怀疑，只是求证而已。皇帝啊，4大凶徒连续杀了我们4位大人，所以，我们应该一起为皇上分忧才是。两位说笑了。安某远离江湖，从不过问朝野之事。4大凶徒在京城这么大的动静，安王爷怎么会无动于衷呢？你我都是当朝臣子啊，不应该置身事外吧？诸葛兄，您办案多年，定能破了此案，平定江湖纷争，让朝廷上下安枕，百姓安居乐业。话虽如此，但我仍有一事要向安王爷请教。请说。什么东西伤了人之后，在尸体上是不留下痕迹和伤口的？诸葛兄，连您都不知道的事，那本王就更加不知情了。皇帝真的不知道？实在是不知。诸葛贤弟现在办案遇到一些问题，所以特请王帝指教。京城的官员一个接一个的死去，再这么下去的话，京城必定会大乱。皇上正为此事忧心忡忡啊。皇上忧心忡忡，跟本王有什么关系？想起当年蝶舞之死，我相信二位应该不会忘记吧。今日正好是蝶舞的忌日。安王爷，你我都是朝中臣子，这样背后议论君王，可是有违君臣纲常啊。纲常。如果皇兄懂得纲常的话，就不会抢我的女人，蝶舞就不会死。这件事让本王真的是难以忘怀呀。
难道说安王爷真的有复仇之心？那四大凶徒，该不会是安王爷放出来行刺皇上的吧？诸葛兄，如果本王真的有此本事，何须等到今日？未雨绸缪之事啊，谁都知道。如果真想来一场惊天动地的复仇大计，20年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我倒要奉劝安王爷，可不要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。诸葛兄，你太抬举了。如果你实在怀疑本王的话，那不如把本王给抓了。皇兄，安某见过华郊郡主，都是自家人，又在自家地方，不必多礼。自从蝶舞走后，皇兄就绝迹明月楼了。郡主跟蝶舞姑娘生前是最好的朋友，想必她的死，你应该不会忘记吧？往事随风，你我又何曾能抓住风？如果皇兄仍然把仇恨埋在心里，想必蝶舞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安宁的。本王不想谈蝶舞，告辞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安王爷的个性始终没变呢。实在是一个为情所困之人。这么多年，性情还是这样。看到他，我就想起了我们年轻的时候。时间不饶人呐。皇妹，你们两个可为自己的未来选好了归宿？我的归宿，这明月楼就是我的归宿啊。申侯府也是我的归宿啊。你们两个人呢？大人，太子少府林野与太子少保温方喜，两家100口人几乎全被杀尽，尸体也尽数没有了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诸葛贤弟，你一直以为这几位大人之死与安世耿有关，可从他今天的表现来看，却没露出半点纰漏。这世上能够揭开天山封印、救出四大凶徒的人没有几个。即使我们确定是他，但仍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啊。看江湖如梦，梦醒。
蝶舞姑娘，请留步。为求一亲相泽，我为你准备了白银400两。蝶舞万万不能收。哎，你要是嫌少，我再加50两，450两如何？蝶舞姑娘，请留步。这有玉石、翡翠一块，更有各种奇珍异宝，价值何止1000两。请蝶舞姑娘和我喝一杯，怎么样？蝶舞不会饮酒。蝶舞姑娘，我准备了金项链1条，请蝶舞姑娘赐酒。蝶舞不敢当。蝶舞姑娘，请留步。区区薄礼不成敬意。恕难从命。这明月楼每天都能收到这么多金银财宝、翡翠玉石，你又要我把他们送回去啊？替我谢谢诸位大人的厚爱。我真是不明白，这楚南王赠白银1000两，只为跟你吃一顿饭。无员外呢，京城所有的玉器店里的玉器任你取，只求你能跟他喝一杯酒。这些人都来头不小，你一点兴趣都没有。蝶舞寄居在这里，以跳舞为乐，一不为金银珠宝，二不为达官显贵。可这些人都不是酒囊饭袋，你不妨结识一下，也好为自己的将来打算。蝶舞一向慕才，自知要找如意郎君，不是件容易的事。一求无价宝，难得有情郎。我知道这些东西你都看不上的，虽然你已舞动京城，可姐妹一场，我还是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的。姐姐不必为我担心了，快把这些东西还回去吧。那我等一下就派人把他们送回去。问花问酒问风尘，原是仙蝶舞名门。好一个问花问酒，瑶池月宫，果然格调高雅，意境不凡，真是好诗啊！安世耿，他是我的皇兄，孝恩亲王安世耿。他一向风雅俊秀，诗文作画无一不精，还玉树临风，一表人才。安王爷从小就聪明，10岁便能作诗。只不过他的脾气跟你一样怪，做的诗写的字只送有缘人。就算我是他的皇妹，也从未得到过他的墨宝。我倒是要会会他。蝶舞今天请王爷来，是因为王爷的诗让蝶舞如梦初醒，如病者之酥，仿佛触碰到心灵一般。听说王爷的诗很少送人，蝶舞有幸得到，特意前来感谢。姑娘言重了。其实安某非常欣赏姑娘的舞技，在明月楼，哪怕是远远的相望，对安某来说都是一种快乐。王爷言重了，蝶舞敬王爷一杯。请。相由心生，蝶舞姑娘的气质优雅，一定是从小培养出来的吧？跳舞不只能修身，也能修心。蝶舞自幼喜欢跳舞，为此下了不少功夫。蝶舞认为，无论做什么事情，都要做到最好，只有最好，才能成为天下第一。天下第一。人虽出身不同，但是向上的心却是一样的。所以每做一件事情，都要做到第一。读书之人做了第一，可以当状元；习武之人做了第一，可以成为盖世英雄；行医做了第一，可为世人传颂；甚至当今皇上也是人中龙凤，天下第一。天下第一，虽然很好听，但对安某来说，遥不可及呀。人做每一件事情
都是要付出努力和代价的。就像我以前练武的时候，有一只脚曾经受过很严重的伤，同时几乎站不起来。我以为我从此不能再跳舞了，可是我并没有放弃。我忍着疼痛继续练舞，冬练3九，夏练3伏。后来我这脚伤不仅好了，还帮我走上了武艺天下第1的宝座。所以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。王爷文采出众，将来必定是治国的英才。安某虽然是皇室之人，可只不过是个闲人罢了。再说朝野之事，安某毫无兴趣。那我们不说这些了，饮完这杯酒，蝶舞为王爷献舞一支。刚才王爷不是说在明月楼只能远远地看着？那么今夜蝶舞就为王爷一个人跳舞。有劳姑娘了。问花问酒问风尘，原是仙蝶舞名门。常是瑶池座上客，却是几回月宫闻。蝶舞，你不是说为我一个人跳吗？你在哪里？太子少傅林隐和太子少保温方喜，他们2人相继暴毙于家中，这和之前的4位尚书大人之死如出一辙。朝野中人心惶惶，但在这个时候，4大凶徒却必不露面。很显然的，他们是想隔岸观火。师叔，我带众神捕查找，就算找遍京城，我也要找到他们。师叔，我也是，我也是。哎，慢。有件事情，我要与你们一同参详。兰叶春葳蕤，桂华秋皎洁。欣欣生此意，自尔为佳节。谁知临期者，闻风坐相悦。草木本有心，何求美人折？
你们可知道这首诗的寓意何在？我想这首诗一定和死去的官员们大有联系，只是无情暂时还无法参透。啊，无情的推测是不错的，他们都是忠良之士，而被朝中的小人视作为眼中钉、绊脚石。人民，这帮凶犯也太狡猾了。敌语句中的葳蕤，就是茂盛之意。此中暗含的名字就是叶盛。由此类推，皎洁意为明亮洁白，化明洁；欣欣意为向荣，向易荣；自尔是自然之意，佳节为最好的季节。翻过来看，就是既然。临溪者为林中隐士，林隐；风为芳香，月为喜，文阴意为温，温芳喜。本心乃天性，曹天行。美人乃是同道中人，此为何同道？史书想说的是，我们现在的首要任务，并不是捉拿四大凶徒，而是要阻止他们杀人，因为那些大人和我们一样在明处，而他们在暗处。不错，你们现在兵分两路，保护两位大人的安全。是。撤！徒儿，赵好。等你们很久了。你先走，救曹大人要紧。好。二哥，铁手我领教过，诡计多端，硬拼的话，我们未必是对手。而且大哥也说过，不要和四大名捕单打独斗。大哥是谨慎过头了，我一个人就可以收拾他。没想到吧，我们又见面了。让开！走！大哥，不用追了吗？王爷让我们耽搁半炷香的时间，现在已经完成了任务。况且安世耿是我们同弃子，我们必须要自保实力。
又来晚了。又是同样的手法，不是毒杀，又不是器皿所为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杀了这么多人，肯定是四大凶徒身后的神秘之人所为。到底是谁干的？母亲，何大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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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，何大人，这里有伤口，伤口瞬间复合了。你们说何大人的脖子上有被动物咬伤的痕迹，但瞬间又愈合了。正是。果然是妖术啊！难道真是民间所传说的，不是人害人，是妖害人？师叔，可是这世间并无妖。你想一想看啊，妖是什么变的？自然是畜生之类所变。所以啊，我们眼前就要先查出究竟是飞禽还是走兽了。师叔说的是，我们得一步步缩小排查范围。冷血、无情，根据你们对伤口的描述，我画了这张图，你们看看是不是这个样子？正是如此。师叔，你看，这样的伤口，非禽非兽的。我通过对比发现，不是涂婉的血蝙蝠所为。还有，涂婉已中毒身亡，他的血蝙蝠也不会再出现。老薛，你在深山之中待过，以你的判断呢？冷血现在还无法判断。最近京城里实在发生太多事情了，不过长远来看，对找线索还是有帮助的。四大凶徒迷惑我们，身后必然有个高手，但即便我们知道高手是谁，没有证据，抓了他也是没有用的。至于这个伤口，我们可以多借一些典籍来查查看，究竟是被何种动物所伤。是。哦，还有涂婉已死，他们三人缺一不可。眼前他们不会贸然行动的，一定会躲上一阵子。现在我们就静观其变吧。王爷，四大凶徒的涂婉死了。哦，这噬魂丹的药力没这么快吧？不是，他是死在铁手手里。死了？死了？这人呀，千万别自以为是、自作聪明。我提醒过你们，你们就是不听。
现在好了，一下死了。哎，你为什么不好好想一想，这20多年前的功夫怎么跟现在比呀？四大名捕是什么人呢？后生可畏呀！正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，前辈们不小心就会死在沙滩上啊！可惜呀，可惜呀！二哥，我们兄妹4人曾经立下誓言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二哥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替你报仇的。对，大哥，你发句话吧，我们现在就去找4大名捕报仇。我们服了安世耿的尸魂丹。可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，他不会再给我们解药了。与其横竖都是个死，不如找4大名捕和诸葛老儿殊死一搏。没错，殊死一搏，反正横竖都是个死，倒不如死在一起。说得好，大哥，咱们现在就去为二哥报仇。我们必须要精心地设一个好局，让4大名捕和诸葛老儿乖乖地送上门来，然后来个鱼死网破。哎，你说我一会儿见到冷血统领以后，该对他说什么呢？就是啊，哎，你说无情统领会不会被我的姿色所迷呀？我觉得冷血比较帅。哎呀，我觉得无情更帅。我喜欢冷血嘛，我喜欢无情。冷血嘛。哎，4大名捕有什么好说？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说话呢？就是啊，没什么好的，你来这里干嘛？我们呐，可都是来看4大名捕的，说不定啊，以后还能给他们当老婆呢。对呀，我要给无情统领当，我做大房。哎，你做2房吧？什么？我才是大房，你是2房。说什么呢你？我是大房，我是大房，我是。哎，你不是喜欢无情吗？你别跟我吵嘴！我是冷。吵什么吵啊？什么大房2房的？都给我排好了！你们几个吵什么吵？啊？冷血要是选老婆，也轮不到你们这几个歪瓜裂枣的，那得是……你们俩，给我走！为什么我不可以啊？我这么漂亮，我哪里不好啦？就是，为什么是我们俩？那他们呢？少废话！走，我们俩怎么了？这你非要跟我抢？就是你，这下可好了，都进不了了。都是你，是你！你们这都干嘛呢？啊，还没进府呢，这带的是什么呀？这是，所有头上戴花的啊，想勾引谁呢？都给我走！走啊！还想跟我争？原来他喜欢丑的。你就是无情的那个同乡小妹？啊，是啊，春萍姐，就是我。哎呦，真的好热啊！麻烦春萍姐姐多照顾啊。也就只能干点粗活。行了，就你了啊！谢谢春萍姐啊。嘘，赶紧的。啊，春萍姐，等下去啊！赶紧走。哎呀，下一轮。啊，春萍姐。哎，你们几个很幸运呀，经过了这第1轮的筛选，才有机会留下来。看看春萍姐怎么刁难。说了，我还有事情要做。快走。不过，你们也别高兴得太早了，因为我们还有第2回合。
你就让我看他呀。你说我对他感兴趣。人呢，是你从悬崖下救回来的，你知道这证明什么吗？哎呀，就是证明跟你有缘呢，大哥。闲着也是闲着，看看没事的。我还有事要做。哎，你不看也要陪我看啊！这些衣服是从街市上的叫花子身上扒下来的，估计也有个10几年没洗过了。你们几个谁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内把它给我洗干净，谁就可以留下。我不是这么为难人吧？开始吧。去呀，快点儿！怎么洗呀？这个冷血动物铁定是在笑我。哼！喂！你猜谁写的这个？我洗完了。哎呀，这么快啊！我好了，我也好了，我也洗完了。哎呀，好，你们几个留下，没洗完的走。那是我娘留给我的。什么呀？从今儿个起，你就是这府上的丫鬟了。丫鬟哪用得着这个呀？这是我的，这是你的。哎，春萍姐，春萍姐，要对我们的楚林墨好一点啊！哎呦，那是自然的啦，是吧，林墨？啊，对了，秋红啊，带他们几个去换换衣服，一会儿咱们去参观一下神侯府。是。那当然是我追命来当向导了。哟，你总是这么乖。这个院子呢，我们有时候在这里聊聊天，有的时候在这里练功。漂亮，没有见过。哎呦，好漂亮啊！哎，跟上，跟上！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哇，太漂亮了，太美了！真好看。我们神侯府呢，总共就有4个司：麒麟司，负责外出追踪查案，简单的说就是抓人啦；飞豹司，负责案情研究，不用多说，因为书呆子比较多；猛虎司，哇，一听这个名字就知道有多猛了，对不对？是负责审犯人的。还有一个司，我自己真的非常喜欢，叫仙鹤司。哎，大家跟我来。专命统领好。她们呢，就是我们仙鹤司的女捕快，她们专门负责美丽。哇，性感，哈哈，漂亮。你在这里干嘛？走，走啊！好了，我们现在一起去4大名捕住的枫林阁，走。原来4大名捕就是我要住这儿就好了，真好，真是开眼界了。就是啊。这儿就是4大名捕住的枫林阁了。哇，就是这么气派啊！哎，这是冷血住的。冷血。这是无情住的。无情啊！哎，这个是铁手住的。这是我住的。吵什么吵啊！第一天进来就这样。
信不信我把你们都撵出去啊？我告诉你们，四大名捕平时最喜欢安静，没事别往这转。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准过来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